我这辈子行医50多年了，坐在诊室里，真是什么样的病人都见过，什么样的奇迹也都听过。前些年有个湖北的100岁老人，105岁了，还天天在菜园子里种菜，皮肤好得很，连老年斑都少见。甚至有人传言说他长了新牙，白头发都变黑了。很多人跑来问我说：沈老，这世上是不是真有返老还童的仙丹？讲真的，我听完也就是笑笑。老中医看太多了，人老了牙龈萎缩，原本没长出来的智齿露出来，或者内分泌变化让几根头发变黑，这在医学上都不是什么神话，甚至有时候还需要警惕是不是身体出了其他的状况。但是这位老人有一点确实让我非常佩服，那就是他极度健康的身体机能和那种顺应自然的生命力。我后来特意去了解过这个老先生的生活习惯，发现他的长寿秘密根本不是什么名贵的人参，也不是什么吃不起的燕窝，而是一个金黄色的，咱们菜市场里几块钱就能买到一大个的普通蔬菜，他顿顿都吃，吃了几十年。如果你或者家里人正在被脾胃虚弱、睡眠不好、三高或者心血管这些问题困扰，一定要把这条视频看完。我是沈老，很多老朋友跟我讲，总是刷不到我的提醒。其实说到底，是因为你还没点那个红色的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，趁现在点一下，以后咱们就能常聊聊健康，不走弯路。这个蔬菜其实就是南瓜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失望，心里犯嘀咕，说沈老你是不是在开玩笑？南瓜不就是那个经常拿来喂猪，或者穷时候拿来顶粮食的黄瓜瓜吗？它能有什么神奇的？我完全理解这种怀疑，因为我年轻刚行医的时候，也觉得这不过就是个普通的饱腹之物。但随着我临床经验越来越丰富，加上后来去看了很多现代医学的研究报告，我才真正认识到这个家常菜的威力。我跟你讲，全世界非常权威的一个营养学杂志，曾经发表过一篇很严谨的研究。科学家们花了15年的时间，跟踪了12万名中老年人，最后得出的结论让人非常吃惊。他们发现，每天只要吃100克左右南瓜的人，比起那些平时从来不吃南瓜的人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竟然降低了32%。你们想想，32%是个什么概念？这就相当于你每天坚持快步走1个小时对血管的保护效果。而且不仅是血管，这些人的眼底疾病发生率也整整下降了26%。这绝不是巧合，这是真真实实的数据。那南瓜到底凭什么能有这么大的能耐呢？其实说到底，就在于它完全契合了咱们中医讲的调理根本。咱们先来讲讲血管的问题。年纪大了，过了50岁、60岁，这身上的血管就像是家里用了几十年的老自来水管，里面长满了水垢和铁锈。西医管这个叫胆固醇和斑块，咱们中医管这个叫痰浊和血瘀。这东西一旦堆积多了，血管就变窄了，血液流不过去，血压就上来了，心梗、脑梗的危险也就跟着来了。很多人天天吃大鱼大肉，脾胃运化不了，体内的湿气排不出去，久而久之就变成了痰湿。痰湿停在血管里，就是那些坏的胆固醇。我们有些方子会用到白术来健脾化湿，效果虽然好，但药补毕竟不如食补。南瓜里面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东西，叫做果胶，它是一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。你别看它黏糊糊的，它可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血管清道夫。果胶吃进肚子里，进入肠道之后，就像是一块超级海绵，它能把肠道里那些多余的脂肪，还有咱们平时吃进去的垃圾全部包裹起来，不让身体吸收，然后直接顺着肠道排出去。纤维多还能帮你排出隔夜便，肠道干净了，血液里的垃圾自然也就少了。我以前有个老病号，62岁的老张，平时最爱吃红烧肉，
来找我的时候，那个胆固醇指标高得吓人，脖子后面的血管都有些堵了，走几步路就喘，头晕眼花。我跟他说，药你要按时吃，但同时你得把主食换一换，每天早上给我熬一碗南瓜粥，一定要煮得烂烂的。他挺听话，坚持了大概半年，再去复查的时候，坏胆固醇指标降下来很多，整个人气色都不一样了，爬个3楼都不带大喘气的。除了血管，南瓜对我们的眼睛也是个大宝贝。中医常说肝开窍于目，人老了，肝血不足了，眼睛就会干涩，看东西模糊，老花眼越来越严重，甚至会得白内障和黄斑病变。你们看南瓜那个鲜艳的金黄色，那就是因为它里面藏着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。这东西一进入咱们的身体，就会在肝脏的转化下变成维生素 A。维生素 A 对眼睛来说，就像是汽车的汽油一样重要，它是我们视网膜感光物质最核心的原料。如果缺了它，你在光线暗的地方就跟瞎子一样，什么都看不见。而且南瓜里还有叶黄素和玉米黄素，这俩成分可是专门保护眼底黄斑部的。人年纪大了，眼底的细胞容易老化死亡，有了这些营养素的保护，就能大大延缓这种老化，预防失明。其实你仔细想想，大自然真的很神奇。秋天结出来的金黄色的果实，往往都带着一种温润的收敛之气，正好能补足我们身体里逐渐流失的精华。说到这儿，我必须要重点讲讲南瓜对脾胃的好处。老中医行医几十年，遇到最多的就是脾胃不好的病人。俗话说10胃9病，很多老朋友一吃点硬的、冷的，胃里就往上反酸水，要么就是胀气胀得晚上睡不着，要么就是3、5天解不出大便，痛苦不堪。咱们中医讲，脾胃是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之源。你吃进去的东西如果消化不了，吸收不到营养，你吃再多的补品也等于零。南瓜在这个时候就能派上大用场。在中医看来，南瓜性温味甘，黄色的食物正好入脾经，它就像是一个温柔的推拿师，一点一点地抚慰你受伤的胃。现代医学也证明了，刚才提到的那个果胶不仅仅能清理血管，它还能在你的胃黏膜表面形成一层厚厚的保护膜。如果你胃里有溃疡、有发炎的地方，这层保护膜就能把胃酸隔绝开，让伤口有时间慢慢愈合。以前有个叫老李的病人，胃溃疡反反复复折磨了他10几年，吃过很多西药，稍微不注意就复发，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，脸色蜡黄。我让他别吃那些难消化的粗粮了，每天早上就用小米和南瓜一起熬粥。小米也是养胃的，南瓜也是养胃的，两者加在一起，熬出那一层厚厚的米油，那简直就是最天然的胃药。他吃了3个月，胃痛的毛病就基本没再犯过。去医院做胃镜，溃疡面都长好了。他当时跑来诊所，眼眶都红了，说真没想到这10几年的老胃病被一碗便宜的南瓜粥给救了。不过我跟你讲，好东西也不能毫无节制的吃。南瓜吃多了，皮肤可能会发黄，因为那个胡萝卜素来不及代谢，全都沉淀在皮肤里了。虽然对身体没有大碍，停吃几天就能恢复，但看着也挺吓人的。一般来说，每天吃个150克左右就足够了，也就是差不多你一个手掌那么大的一块。而且吃南瓜也是有讲究的，如果你能给它找对搭档，那效果绝对是翻倍的。很多朋友每天都在发愁，不知道吃什么对身体好。其实厨房就是最好的药房。今天我就把这几十年总结出来的3个南瓜黄金搭配教给你们。这第一个搭配，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，那就是南瓜配新鲜的百合。我先问问大家，你们平时晚上睡觉有没有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或者好不容易睡着了，一点点动静就惊醒？
然后到天亮都只能睁着眼的。如果你有这种情况，那你一定要试试这个方子。人为什么会失眠？中医认为多半是心肾不交，心火旺盛，脾胃又不和。百合在中医里可是个好东西，它微寒，能清心安神，润肺止咳，它可以把你心头那把烦躁的火给扑灭。但是百合吃多了容易伤胃，这时候南瓜就出场了。南瓜性温，刚好能中和百合的寒气，同时又能把脾胃养好。脾胃一和，睡觉自然就安稳了。这叫胃不和则卧不安，反过来胃和了，睡眠就深了。以前有个退休的老教师，天天晚上胡思乱想，有时候干瞪眼一整夜，精神快崩溃了。我让他晚饭别吃太饱，就喝一小碗南瓜百合粥，做法也很简单。把南瓜切成小块，先跟大米一起煮，煮到差不多了，再把新鲜的百合掰开洗干净扔进去，再煮个15分钟就行。他喝了1个月，跟我说现在晚上8点多就犯困，一觉能睡到大天亮，心里特别踏实。第二个绝佳的搭配，是我个人非常推崇的，就是南瓜配山药。这组合在懂行的人眼里，那就是补益的宝贝。咱们中医讲究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，先天之本在肾，那是爹妈给的底子；后天之本在脾胃，是你自己每天吃饭积累的能量。山药这个东西非常神奇，它能同时平补脾肺肾3个脏器，但是它补得很温和，不燥热。有些上了年纪的人稍微吃点补药就上火，吃这个山药就不会。而南瓜专门负责把脾胃的运化功能打开，这2个一结合，就像是给一辆电瓶车既换了新电池，又修好了充电器。你的身体慢慢就会充满力量，特别是那些平时手脚冰凉，走几步路就没力气，吃点东西就拉肚子的老年人，最适合吃这个。有些老中医自己在家就经常吃南瓜山药泥，选那种手掌大的小南瓜，把中间掏空，把铁棍山药蒸熟了捣碎成泥，塞进南瓜里，再放到锅里蒸半个小时，蒸得软烂香甜。吃的时候什么都不用加，细细的嚼，不仅容易消化，还能把脾胃养得壮壮的。处理山药的时候记得戴个手套，不然那个粘液粘在手上会非常痒，万一痒了赶紧用温水洗洗，擦点白醋就好了。第3个搭配是给爱美的女性朋友，或者想要气血红润的老年人准备的，就是南瓜配红枣。俗话说一日吃3枣，100岁不显老。红枣是补气养血的圣品，中医讲究气血，配药常用川芎、枸杞这类药材来活血补血。但食疗里面，红枣和南瓜是最温和也是最家常的。红枣把血液里的营养补足了，南瓜把肠胃的吸收通道打通了，补血加上促进代谢，喝下去的气血才能真正走到脸上，走到皮肤里，做法也省事。切点南瓜块，抓几个去核的红枣，加水放点冰糖，用小火慢慢炖个20分钟，炖出一锅金黄色的浓汤，喝下去胃里暖暖的，脸色也会慢慢变得有光泽，斑点也会跟着变淡。不过我要提醒一句，红枣和南瓜都带点温热，如果你本来就容易上火，或者这几天正好便秘口苦，那就要少吃点，每次喝个1小碗尝尝味道就行了，别当水喝。刚才说的都是南瓜肉，其实南瓜身上还有一个绝世的宝贝，绝大多数人都把它当成垃圾直接扔进垃圾桶了，这简直是爆弹天物。大家平时买南瓜回家，里面那一堆白花花的南瓜籽，你们是不是都掏出来扔了？我跟你讲，南瓜籽的营养价值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南瓜肉还要高出好几倍。在现代营养学的研究里，南瓜籽就是一颗颗健康的金豆子。首先，它里面含有极高的锌元素，每100克南瓜籽里的含锌量比咱们常吃的葵花籽、西瓜籽都要高得多。
锌这个东西太重要了，它是人体免疫系统不可缺少的零件，缺了它，人的抵抗力就会断崖式下跌，稍微吹点冷风就感冒。更关键的是，南瓜子对咱们男性朋友来说，那是天赐的良药。男人到了50岁往后，10个里面有8个都会遇到前列腺的问题，白天尿频尿急，晚上起夜4、5次，滴滴答答的总觉得尿不干净，裤子都不敢随便脱，那个尴尬和痛苦，只有自己知道。南瓜子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植物活醇，它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前列腺的过度增生，缓解那些让人抓狂的症状。德国曾经做过一个长达1年的实验，让300多个前列腺肥大的男人每天吃一把南瓜子，1年后，绝大多数人的症状都减轻了，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。我以前也有个老病号，50多岁就被前列腺折磨得没睡过一个囫囵觉。我让他每天别抽烟了，拿25克炒熟的南瓜子当零食嗑，坚持了3个月，夜里起夜的次数从5次降到了1次。他高兴得像个小孩一样，跟我说这东西比吃那些昂贵的西药还要管用。南瓜子不仅对男人好，对那些常年失眠的老年人同样有效。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色氨酸，色氨酸能在我们的大脑里转化成血清素，最后变成褪黑素。褪黑素就是控制你晚上能不能睡得着、睡得深的关键物质。每天晚饭后或者睡前2个小时，抓一小把南瓜子，一边看电视一边慢慢嚼，时间长了，你的生物钟就会慢慢变得规律起来。而且南瓜子里的那些不饱和脂肪酸还能帮着降低血液里的坏胆固醇，保护心脏。你平时可以买点生的南瓜子，自己回家用小火干炒，炒出香味就行。每天吃个30克左右，也就是单手抓一把的量，剥着壳吃，既能活动手指预防老年痴呆，又能吸收营养，一举两得。连南瓜藤和南瓜花在懂中医的人眼里也都是宝贝。夏天的时候摘点南瓜花煮个汤，清热利湿排毒消肿，里面满满的都是粗纤维，热量极低。对于那些血脂高、肚子大又容易便秘的人来说，是极好的通便菜。说到这里，我倒想问问大家平时早上都习惯吃些什么？是白粥配咸菜，还是面包牛奶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来帮你看看适不适合你的体质。讲了这么多南瓜的好处，咱们也得说说吃南瓜的规矩。任何东西都有它的两面性，用得好是治病的良药，用不好就是伤身的毒药。网上经常流传一些吓人的说法，说南瓜绝对不能和这个吃，不能和那个吃。老中医今天就给你们教个底，有些禁忌是真的要听，有些完全是无稽之谈。比如说，网上有人传南瓜和羊肉绝对不能一起吃，吃了就会流鼻血，甚至嘴巴里长满溃疡。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南瓜是温性的，羊肉是热性的，大冬天的。如果你是个怕冷的人，手脚冰凉，这俩放一起炖，那是温补驱寒的好东西。但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阴虚火旺的人，天天口干舌燥，大便像羊粪球一样干硬，脾气还特别大，胃火大，我们用黄柏来降火都来不及，你可别猛吃南瓜配羊肉。这时候你再去吃这俩温热的食物，那无异于是在火上浇油，肯定会上火。所以这不是食物本身有毒，而是要看你自己的体质适不适合。还有人说南瓜里有维生素 C 分解酶，和菠菜一起吃会把菠菜里的维生素 C 全破坏掉，这纯粹是纸上谈兵。南瓜只要一加热煮熟，那个所谓的酶早就死得透透的了，根本没有破坏维生素 C 的能力。你放心大胆地把它们炖在一起吃。至于什么南瓜不能配海鱼，不能配带鱼，这些更是在中医典籍里找不到任何根据的民间传说。只要海鱼新鲜，
你对海鲜不过敏，和南瓜一起吃完全没有问题。大家不要被这些没有科学依据的伪禁忌给吓住了。真正需要注意的南瓜禁忌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胃火太旺盛的人。如果你最近总是觉得胃里像有团火在烧，吃点东西就觉得酸往上反，口臭特别严重，舌苔又黄又厚，那你就暂时别吃南瓜了，吃了只会让胃里的火更旺。第二，就是血糖控制得非常不好的糖尿病患者。这几年有个很奇怪的说法，说吃南瓜能降血糖，很多老年人听了，干脆连米饭都不吃了，天天蒸一大盆南瓜当饭吃，结果血糖飙升的连医生都害怕。我跟你讲，南瓜里虽然含有一些能促进胰岛素分泌的物质，但它本身可是含有不少糖分的，尤其是那种老南瓜，口感越甜，升糖指数就越高，你吃多了，血糖绝对会往上冲。糖尿病病人不是不能吃南瓜，而是要控制量，并且要把它算进你每天的主食份额里。你今天吃了一块南瓜，那你米饭或者馒头就要少吃2口，而且最好挑那种含糖量低一点的嫩南瓜吃，这样才安全。第三，如果你是对南瓜过敏的极少数人群，吃完皮肤发痒或者拉肚子，那就立刻停止食用，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。讲到底，食物再好，它也只是我们健康生活的一部分。我这行医几十年，看过了太多的生老病死，我越来越觉得真正的长寿，真正的养生，绝对不是靠天天吃某种神奇的食物就能达到的。南瓜是个好帮手，但更关键的是你整个人的生活状态。人老了最怕的就是一个字，停，身体停下来了，心也停下来了。很多人一退休，每天除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就是躺在床上想心事。中医说久坐伤肉，久卧伤气，久视伤血。你越不动，你身体里的气血就越像是一潭死水，时间久了，什么病都长出来了。你必须得让自己动起来，不用去跑马拉松，也不用去健身房举铁，你每天只要在晚饭后去公园里溜达个40分钟，走到微微出汗，或者早起打一套慢悠悠的太极拳，这就足够了。这就叫生机。只要身体在动，气血在流转，衰老的速度就会大大减慢。除了身体要动，心也得有寄托。孩子们长大了，有他们自己的生活，做父母的前半辈子为儿女操碎了心，后半辈子该把心思收回到自己身上了。我见过很多老年人，天天盯着儿女看，儿女没空陪他，他就觉得被抛弃了，整天唉声叹气，肝气郁结。这种人最容易生大病，你得自己找点乐子。你去老年大学学个画画，去公园里跟着合唱团唱唱歌，哪怕你就是在阳台上种几盆花，养2只小鸟，只要你每天早上睁开眼，心里有个念想，觉得今天还有点事要去做，你的精气神就不一样，心情好了，五脏六腑都跟着通畅。你哪怕天天粗茶淡饭，也比那些愁眉苦脸天天吃人参的人活得长久。老中医看太多了，不管是用南瓜调理脾胃，用南瓜子保护前列腺，还是每天散步听曲，其实都是在教我们要顺应自己的身体，善待自己的身体，不要去追求什么长生不老的神话。只要咱们在这个年纪能吃得下饭，睡得着觉，拉得出屎，身体没什么大痛大病，偶尔跟几个老朋友吹吹牛，这就是最大的福气，也是最成功的养生。如果觉得我讲的这些对你有帮助，记得把视频分享给身边的老友，还没订阅的朋友点个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咱们一起在这个年纪